普贤菩萨的传说及由来下。在佛教的诸多菩萨中，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慈悲心而著称。普贤菩萨代表行愿与实践，而文殊菩萨则象征智慧与洞察。他们两位是佛陀身边的重要随从，常常在不同的场合中展现佛法的精髓。有一天，两位菩萨决定进行一场有益较量，以便向众生展示行愿和智慧如何在修行中协同并进。有一次，在祇园精舍的法会上，无数众生聚集一堂，期待聆听佛法。文殊菩萨提议，他与普贤菩萨可以通过辩论来展示佛法的不同侧面。这个提议立即引起了所有在场众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希望能够从这两位伟大菩萨的辩论中获得启迪。文殊菩萨率先发言，智慧是成就佛道的根本，若无智慧，行愿如盲目之行，难以抵达彼岸。智慧能使人辨别真伪，洞察事物的本质，引导众生走上正道。普贤菩萨微笑着回应，智慧固然重要，但若无行愿，智慧便如无根之木。行愿是将智慧化为实际行动的桥梁，是慈悲心的具体表现。唯有行愿，才能真正将智慧落实于现实，利益众生。随着辩论的深入，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各自展示了自己所代表的修行方式对众生的重要性。文殊菩萨以其犀利的智慧，阐述了佛教哲学中的深奥理论，指出智慧能够化解无明，破除一切烦恼的根源。他引用佛经中的教义，说明智慧如同灯塔，照亮黑暗中的前行之路。普贤菩萨则分享了他在各个国度中行愿的经历。他强调，在行愿的过程中，智慧会自然涌现，并且行愿是实践慈悲的最佳途径。普贤菩萨的故事中充满了他如何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将理论化为实际的行动，从而改变众生命运的例子。随着辩论的进行，众生渐渐明白，智慧与行愿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智慧是行愿的指引，而行愿是智慧的实现。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通过辩论让大家看到，佛法的修行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路径都能导向解脱的彼岸。在辩论的最后，佛陀微笑着说，文殊菩萨的智慧和普贤菩萨的行愿如同两翼，共同承载着修行的飞翔。众生应该学习两位菩萨的优点，将智慧与行愿结合，才能在修行的路上稳步前行。这场辩论不仅展示了两位菩萨的智慧与慈悲，也深化了众生对于修行的理解。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在辩论后更加亲近，他们明白彼此的智慧和行愿都是不可或缺的。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较量启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智慧和行愿必须同时并进。智慧让我们看清人生的真相，行愿让我们将智慧付诸行动，从而真正改变自我和世界。文殊菩萨以智慧指引众生，他提醒我们时刻保持清醒，不被外界迷惑。普贤菩萨以行愿引领众生，他教导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精进，将慈悲心落实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修行不应偏重于某一方面，智慧和行愿的平衡才能带来圆满的成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习两位菩萨的精神，以智慧照亮心灵，以行愿成就善行，将佛法的光辉带给每一个人。
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的较量是一场智慧与慈悲的盛宴，它让我们明白修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在佛教的修行道路上，智慧和行愿如同一对翅膀，唯有同时展开，才能飞向解脱的彼岸。这个故事成为无数佛教徒的指引，激励住修行者在智慧与行愿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达到圆满的觉悟。我们应该以这两位菩萨为榜样，努力在智慧中行愿，在行愿中增长智慧，为自己和众生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普贤菩萨作为华严三圣之一，其形象普遍受到佛教各宗派的尊崇。然而，由于各宗派对佛法的理解和诠释各有侧重，因此普贤菩萨在不同宗派中的地位和所强调的修行方面也略有差异。华严宗核心地位，在华严宗中，普贤菩萨的地位无可替代，他是华严经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以10大愿王摄尽一切菩萨行，是所有菩萨修行的典范。华严宗非常强调普贤菩萨的广大愿行，认为普贤行愿品是菩萨修行的纲领。修行重点，华严宗注重普贤菩萨的10大愿王，特别强调广修供养、随喜功德、请转法轮等愿行，认为通过这些修行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天台宗圆融三观，天台宗强调圆融三观，空、假、中，认为一切法皆空，但空不无，有而不空，中道即空有中道。普贤菩萨的广大愿行被视为是圆融三观的具体表现。止观双运，天台宗注重止观双运，即以止观双修来断除烦恼，成就菩提。普贤菩萨的修行被视为是止观双运的具体实践。禅宗直指人心，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虽然禅宗较少直接讲述普贤菩萨，但其所强调的顿悟、直指人心，与普贤菩萨的广大愿行并不矛盾。实践功夫，禅宗注重坐禅、参话头等实修功夫，这些功夫可以帮助修行者直指心性，契入佛道。普贤菩萨的修行可以为禅宗修行提供参考。密宗本尊与法器，在密宗中，普贤菩萨是重要的本尊之一，常被视为是文殊菩萨的智慧的化身。普贤菩萨的6牙白象也常常被作为法器，象征住佛法的6度波罗蜜。密法修持，密宗通过各种密法修持，如观想、持咒、手印等，来达到迅速成就的目的。普贤菩萨的修行可以融入到密宗的各种修法中。其他宗派，净土宗，净土宗强调念佛求生净土。普贤菩萨的10大愿王中的请佛住世愿与净土宗的修行目标有密切的关系。律宗，律宗注重持戒，普贤菩萨的10大愿王中的持戒度与律宗的修行目标一致。普贤菩萨在佛教经典中的角色，普贤菩萨在多部佛教经典中均有提及，特别是在华严经和法华经中，他的形象和教义对于佛教徒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华严经中的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中，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一起被描述为佛陀的左右胁侍，代表了大乘佛教的行愿精神。普贤菩萨在此经中宣讲了普贤行愿品，特别是他的10大愿王，成为佛教徒修行的重要指导。华严经中记载，普贤菩萨曾在佛陀讲法之际，为善财童子示现了行愿的过程。善财童子为了追求佛法的究竟，曾经拜访多位善知识，
普贤菩萨是他最后拜访的善知识。普贤菩萨向善财童子详细讲述了行愿的方法和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华严修行的圆满。法华经中的普贤菩萨，在法华经中，普贤菩萨出现在普贤菩萨劝发品。此品描述了普贤菩萨求学佛法而不辞辛劳，遍访诸佛，并以此鼓励众生不畏艰难，精进修行。法华经强调了普贤菩萨在修行道路上实践的精神，并以其为修行者提供了榜样。普贤菩萨的信仰与崇拜。普贤菩萨在东亚佛教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受到广泛的信仰和崇拜。他的形象常见于各地的佛教寺庙和道场中，信众相信他的加持能够带来智慧和福报。中国的普贤信仰。在中国，普贤菩萨的信仰尤其盛行于四川峨眉山。峨眉山被认为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成为佛教信徒朝圣的重要地点。每年都有大量的信众前往峨眉山朝拜普贤菩萨，祈求其庇佑和指引。峨眉山的寺庙中常供奉普贤菩萨的塑像，并举行相关的法会和仪式。日本的普贤信仰。在日本，普贤菩萨被称为普贤菩萨，也是重要的菩萨之一。普贤菩萨在日本佛教中被广泛供奉，特别是在密教和净土宗中，信众认为普贤菩萨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修行道路。普贤菩萨在日本的寺庙中经常与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一起被供奉，代表着智慧、慈悲和行愿的三位一体。在一些寺庙中，普贤菩萨的诞辰会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信徒们会进行。虽然不同佛教宗派对普贤菩萨的理解和强调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认为普贤菩萨是菩萨修行的典范。普贤菩萨的广大愿行，为所有佛教徒提供了修行的方向和目标。无论是哪个宗派，只要能依教奉行，都能从普贤菩萨的修行中获得利益，最终成就佛道。